少爷，您醒了。头好疼，怎么回事？少爷昨夜在醉仙楼赌了一夜，把酒坊这个月流转的3000两银子输了个精光。老爷气得把您赶出了家门，说您再踏进顾家半步就打断您的腿。穿越了，而且还是穿越一个赌鬼纨绔身上，连3000两都能输光，真够败家的。看来不将这3000两挣回来，是甭想回家过逍遥日子了。酒官，我记得这个年代的酒还是发酵酒吧，度数极低。傅伯，你今晚把账房的钥匙给我偷出来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这少爷不妥吧？你才刚被老爷赶出来。放心，这一次我不干坏事。我准备做一款新酒，一准大卖。少爷这不学无术的人，要做新酒，做白日梦吧。傅伯，明日去置办铜锅3口，主管20丈。少爷，咱没那么多银钱。够吗？够是够，可少爷要这些物件做甚？曲美过多，酸败严重。少爷，我要做一锅神仙醉，让全城人都跪着求我卖酒。这味道成了。去，估量板车，记住从后门走，别让人瞧见。少爷，这酒叫什么？这叫烧刀子，能割开这天下的喉咙。这酒闻着像能点着似的，真的喝吗？怎么不敢试一下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老子不信他能把我撂倒。这他娘的是酒，这是刀，辣，太辣了！真的假的？我试试。让我来，老子千杯不倒，能灌醉我的酒还没出生呢。去，趁乱摸一坛，我倒要看看卖的什么葫芦药。好嘞，东家。老爷，这不可能！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烈的酒？顾少爷，恭喜发财呀！张掌柜客气。烧刀子刚出炉，来一坛。不敢当。张记日销300坛，哪看得上这一坛半坛的？顾少爷，你那烧刀子从哪儿偷来的方子啊？张掌柜说笑了，顾某自己酿的，怎么叫偷？自己酿的？顾家公子这不学无术的名号，城里有谁不知，有谁不晓？你说你酿的，谁会信？不过是真是假，我不在乎。听说顾少爷你尤其好赌，那要不要赌一赌，以7日之期为准，比一比咱们两家的销量？你赢了，张记退出商会，这牌子归你。可若是你输了，烧稻子，从此改名张记烧稻子。少爷，不要信他的。成交。你还真敢答应啊？果然是个棒槌。不怕告诉你，这7日，淮南所有粮商不会卖你1粒米，老子说的。少爷，您说过您不会再赌的，这……我确实说过我不会再赌，但不代表着人家送钱我不要。哟，这不是顾大少爷吗？怎么又来借钱？王员外，这次不是跟你借钱，而是要给你送钱。烧刀子未来30%利润换500斗粮食，对你来说
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3成，你爹都不敢这么赌。所以家父一辈子走不出淮南。张德贵那老狐狸已经派人打过招呼了，全城粮商不许卖你1粒米。但我王胖子最烦别人教我做生意。开仓，让顾少爷验货。先生，我想请您来说一场酒仙降世。公子，老朽斗胆一问，这故事从何处来？我自己瞎编的。话说前朝末年，有酒仙降世酿的一手烧刀子，饮者3不醉，7不倒，9不见阎王。可这酒仙偏生是个怪脾气，不卖达官，不受显贵，只给那识货的布衣百姓。有人问他为何，他捻须一笑：酒是五谷精，本是百姓酿，还于百姓口，方不负天香。好事，好酒。先生说的可是顾家酒坊的烧刀子？俺昨日排了3个时辰队，只买到半坛，那滋味儿。真有那么厉害？只比我说的更厉害。开门，每日50坛，售完即止。今日份额已售完，老子排了3个时辰，明日请走。我给你5两，我吃了。每天就卖50坛，故弄玄虚。这什么味儿？像是烧刀子。站住！想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顾客，不愧是败家子少爷。掌柜的，咱们的酿酒师傅被顾家挖走了。顾北川，好得很。顾家酒坊7日售酒1800坛，张记酒铺600坛。不可能，他顾家有诈，他烧刀子每日限量50坛，售完即止，怎么可能卖到1800坛？顾少爷可有话说？回大人，账目在此，请查验。张老板，都说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败，你这对手当的不合格啊！我第1天确实限量50，但第2天限量100，第3天是200，以此类推，7天的时间卖掉1800坛，有问题吗？老铁，饥饿营销了解一下。账教无误，7天卖出1800坛。顾少爷，你这脑子不做商人可惜了。张掌柜，愿赌服输。大人，您老莫不是忘了，赌约说的是张继退出商会，牌子归顾少爷。可没说是什么时候退出，今日退，明日退，10年后退，都算退。哼！啊呸！无耻之徒，厚颜无耻！张掌柜，这是您当日立的字据，7日为期，即刻交割。这即刻2字是您亲笔。再者，张掌柜若今日不退，依商会规矩，赌约作废者，罚银3000两，禁足商会3年。这代价，你怕是更不愿意承受吧？字据不假。大人，我张继为商会卖命15年，
您老就规矩就是规矩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淮南商会的人。咱们走着瞧。大人，晚辈有一策，名曰会员制，入会者优先购酒，年终分红。哦，大人感兴趣？来来来，我与您细说。管家，去酒坊拿几坛来。老爷，少爷说，酒坊以独立经营，与顾府账目两清。若是老爷要酒，按规矩来。小的方才去了一趟，少爷说没有预约不卖。逆子！老子是他爹，谁给他的胆子？酒坊是顾家的，酒是顾家烧的，他老子想喝一坛，还要他批准？备马，我倒要看看他拦不拦得住他老子。爹，您老真是越来越生龙活虎了。哼，少来这套。酒呢？父亲要喝酒，儿子自然孝敬，但今日预约已满，除非您能利用自己的关系，帮我往宫里送一坛酒。小子，痴心妄想！老子是在御前当过差，认得几个老太监，但这种情分用一分就少一分，怎么可能用在你身上？儿子只想让陛下尝尝，这酒配不配得上天价。若成了，那咱们顾家可就是皇商了；若不成，左右也不过就是损失点人情而已。哼，你小子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痴心妄想。少爷，老爷成见太深，或许等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成见是对我的，不是对酒的。等他喝一口，就知道这酒值不值得他倾尽所有了。这酒，管家说你昨夜在账房待了一宿，老子让你碰账本了吗？那些东西是你碰的。父亲先看看这个。你查我？父亲，这账目摆在这儿，谁经受的一目了然。这些年您拿田庄的银子填酒铺的亏筐，一半给了刘家，一半落进自己口袋。再填几年，填完了呢？到时候酒坊还是亏，田庄也空了。那些走人情换来的关系，哪一个肯回过头来管顾家的死活？你懂什么？老子在御前当差那些年，哪一步不是拿银子铺出来的？没有那些走动，顾家能有今天？可您走动了20年，顾家还是顾家，没垮过，但也没大过，这就是您要的？刘家那边，您签的是3年1续的暗约，今年正好到期。我已经让人带话过去了，不续了。你敢？我敢，因为从今天起，酒铺的账目按新册子走，每月入账多少，出库多少，流向哪里，清清楚楚。父亲若缺走动的酒，酒坊每月给您留10堂特供，算在正经损耗里，不走暗账。但刘家庄那一条线，到此为止。顾家的酒坊不能分给外人。你小子！那10坛特供要好的。放心，给您留最好的。老爷，少爷那儿真不续刘家了？不续了。可刘家那边每年给您分的那些，你觉得老子是心疼那点银子？老子养了23年废物，结果废物一夜之间把老子藏了半辈子的暗账全翻出来了。那小子昨晚上真的一宿没睡？回老爷，是。小的卯时过去看，少爷面前已经整了3本新册子了，手指头上全是墨，比我年轻时候强。哼，就是不知道最后能走到哪一步。坐。
我的人脉虽然有用，但也没办法直接将酒递上去，必须有一个由头才行。这方面你有想法吗？很简单，砸酒。砸酒？你大老远运10坛好酒进京，第一件事是砸了它？是，而且还要在京城最热闹的街头砸，让酒香飘出去，让路过的人闻到，记住，议论。一坛酒换一个名字，传遍半座城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原来如此。砸了之后呢？有人找上门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酒，什么来路，怎么卖？你拿什么答？走一步看一步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你当京城是咱们镇上的集市，走错一步，连退路都没有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底。行吧，离开的时候记得带着福伯，他知道怎么联系宫里的人。儿子多谢父亲。少来这套！你要是进京把酒砸了，砸完了没人理，灰溜溜滚回来，别说是我儿子。万一走到死胡同里，拿着这个去东城梧桐巷找一家姓宋的当铺，掌柜的欠我一条命。京城那地方，龙潭虎穴，刀光剑影。23岁就敢去闯，倒像是老子的种。不过，切勿出事啊！什么味儿？烧发子，我们酒铺自己酿的酒，公子要不要来2口？酒贩真是晦气，晦气！公子可知去年全国酒税几何？360万两，占户部岁入1成。酒者，五谷之精，国之血脉。商贾酿一滴酒，便有1文税；卖一坛酒，便有1钱银。若无商贾，边军饷银从何而来？公子读圣贤书，连晋商虚假、不清末业的道理都不懂吗？你，好，伶牙俐齿！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酒贩子，到了京城还能不能这么肆无忌惮？少爷，那是晋王府长史之子。他又不是晋王，我还能惯着他不成？可是，咱们一入京，第一个要拜会的，就是晋王府啊。不错，这里就是块风水宝地。福伯，让船工卸货，记住，最边上那盘，要不小心摔了。少爷，在这里，就这里。这什么酒？好烈的香气！这位可是顾公子，我家主人已等候多时。3日后，晋王府诗会，请顾公子赏光。便宜老爹嘴上谦虚，没想到第一个请动的竟然是晋王府，厉害！顾某必到。这是谁？赵婉清，晋王独女，陛下亲封的文昭郡主。这次的诗会就是她组织的。诸位才子，今日诗会以酒为题，限时1炷香。请。
郡主今日以酒为题，这里恰好又有酒饭在做，不如让这位顾大老板先做一手，让我等开开眼如何？酒饭，一个酒饭，怎么有资格进入郡主的诗会？张兄有所不知，这位顾老板在船上可是口若悬河，说什么商贾酿一滴酒，便有1文税，哗众取宠。不过就是一个卖酒的，怎么还真当虞国有功不成？让他做首诗也好，抛砖引玉，抛砖引玉，没有砖哪来的玉？顾老板，怎么样？有胆子做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我今日是来卖酒的，不是来作诗的。什么卖酒？不会作诗就不会作诗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这有何难？你若是能做出一首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诗，我们当场将你的酒全买了又何妨？哦，那如果我做出一首流芳百世，让诸位才子颜面扫地的诗呢？还真是大言不惭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你一个卖酒的，也妄想流芳百世，让我们颜面扫地？慢说是你，便是金科状元，也没有这般本事。你要是真有这能耐，你拉入京城的酒，全包了。此话当真？你若是真能做出流芳百世的诗词，你卖的酒，我买500坛。我买300坛，我也要200坛。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？既然诸位公子如此盛情，那顾某就献丑作诗一首，让诸位才子开开眼界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好诗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此词只应天上有。他说把酒问青天，问青天。顾老板好文采，不如以剑为题。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续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好诗，好剑。少年15、20时，步行夺得胡马旗，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诗。汉兵奋迅如霹雳，卢旗奔腾为茄离。卫青不败由天性，李广无功袁术奇。好，好一个李广无功袁术奇。下次想踩人上位，选个软柿子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公子请坐。本宫听闻前朝炀帝重伤，民不聊生，终至国灭。顾公子以为商道与国本孰轻孰重？这是试探。答商道是乱臣贼子，答国本是自打耳光。郡主可知一枚铜钱如何流通？农夫卖粮得钱，买布；织工卖布得钱，买酒；酒贩卖酒得钱，买粮。钱转一圈，
三人皆活。商道即国本，国本即民生。炀帝之败，不在重商，在夺民之利而田己之私。3日后，城西寒山寺，公子可敢独往？荣幸之至。少爷，怎么样？郡主没为难您吧？没有，他请我去寒山寺。寒山寺，那地方可不是喝茶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年去寒山寺的人，要么是靖王要拉拢的，要么是要试探的。少爷，郡主这是要试您的深浅。是深浅，那正好，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想从我这儿要什么。老奴前2次进京，就听说寒山寺是靖王的地盘，后院那口井，前朝的时候出过贡酒，后来不知怎么的荒了。老爷临走前交代了，说到了京城别惹王府的人。少爷这倒好，靖王请完郡主请，郡主请完又去寒山寺，老奴回去怎么跟老爷交代？就说酒香飘进王府了。这坛酒是先帝御赐家母的中秋贺礼，封条上还是先帝御笔。家母去世后，再无人起过。郡主，此酒用了3段制藏法，新酒入坛3月换气，再封再换，3次之后酒性由烈转醇。此法整个淮南只有醉仙楼一脉在用。你的烧刀子也用此法？此酒曲骨与烧刀子不同路，这是花雕底子，艾草根入曲，烧刀子是高粱单曲，一脉藏法，2路风味。这是我新试的一批酒，艾草根剔了3成高粱，压烈性留余香，名唤春不晚。入口绵，后劲足。中秋宫宴，我想让这酒面圣。你可知中秋宫宴献酒，历来只有江南制造与直隶盐运2家。你一个淮南酒贩，连宫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拿什么面圣？你是想让本宫把你塞进中秋宴？不用塞，郡主只需在中秋前3日往宫里送一坛春不晚，不用多，就1坛，就说是中秋贺礼。顺带提一句，淮南故事所酿。顾北川，你是在利用本宫？是，但郡主可曾想过，若此酒真能入得了陛下的眼，靖王府便是见酒有目，陛下喝高兴了，自然记得是谁献上来的。你倒不藏着。在郡主面前藏不住，不如不藏。少爷，郡主那边有准信儿没？他没说准，也没说不准。但今日他留了那半盏春不晚，走时叫侍女把盏底擦干净收起来了。这算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得先尝完那半盏，再决定值不值得替我说那句话。明早再酿3锅，若3日后他来要酒，我要拿得出手；若不来，那就自己喝，反正亏不了。明日一早，连同那坛春不晚一并送进宫，走父亲的路子，别经内务府的手。是。靖王府送来的那坛酒呢？回公公，单放在西架第3层，未入总册。这香，跟宫里的贡酒度数都不一样，像是把春天装进坛子里了。无毒，暂放一处，好生记当，等陛下传唤再成。郡主府的面子不能驳。是，少爷，郡主那边没派人来，这酒咱当街开了，万一皇上怪罪下来。他不派人来，我就自己把酒送过去。酒香自己会走路，让他先替我去探探路。哎呦，这味儿像是陈年的花雕。
又比花雕烈，里头还有股青草似的活气。小郎君，你这酒卖不卖？今日不卖，前50碗分文不取。喝了觉得好，帮我说句话就成。好酒，这酒香的像能让人看见春天。刘德全，你闻见什么了？回陛下，像是酒的香气。这味儿跟宫里藏的都不一样，闻着新鲜。宫里近来有新贡酒入册。回陛下，3日前靖王府送来一坛中秋贺礼，说是淮南新酿，名唤春不晚。老奴尝过，香气的确独特，但尚未成预览。名字倒雅致，可这香气怎么从宫外飘进来的？东市丁字街头有个卖酒的年轻后生，今晨当街开了一坛酒，分文不取，供路人品饮。那酒香顺风飘了6条街，一直飘进宫里，名字也叫春不晚。酿酒的说自己姓顾，淮南来的。靖王府送来的也是淮南顾氏，同一个名字，同一个人。回陛下，正是同一人。那后生还说了一句狂话。什么狂话？他说：“好酒自己会认路。”好酒自己会认路，有意思。去，把那个姓顾的小子给朕找来，看他敢不敢走到朕的面前来。老奴遵旨。你就是顾北川，朕听闻你在东市当街卖酒，酒香飘了6条街，飘进了朕的勤政殿。你可知道，单凭这一条，朕就能治你个惊扰圣驾之罪。回陛下，草民不敢惊扰圣驾，草民只是相信好酒自己会认路。他走了6条街，走进皇城，走到陛下面前，是他的造化，也是陛下的缘分。好酒自己会认路，你这张嘴比你的酒还会说话。那朕问你，你凭什么觉得你的酒配走进皇城？凭草民酿酒的每一滴，都是五谷的精魄，天时的馈赠。宫里的贡酒是陛下一个人的贡品，草民的酒是这天下的五谷酿出来的。陛下尝的不是酒，是江山。刘德全，把靖王府送来的那坛拿来。是。入口极柔，像含了一口化开的春水，可咽下去之后，后劲慢慢泛上来，又暖又烈。第2杯比第1杯多了一层粮食的甘醇。草民斗胆，请陛下饮第3杯。第3杯又有什么说法？前2杯是让陛下尝酒，第3杯是请陛下尝一尝草民的用心。酒法有100种，可成字只有一个。草民酿此酒时，心里想的是让天下人知道淮南有酒，能登大雅之堂。朕准了今年的中秋宫宴，贡酒名录上加你顾氏一个名字，但朕有一个条件，中秋宴上你给朕酿一坛比这个更好的酒。若酿得出来，朕重重赏你；若酿不出来，欺君之罪你自己掂量。草民领旨。少爷，怎么样？皇上怎么说？准了。中秋宴，顾氏贡酒。别跪，这里不是咱家。少爷，顾家列祖列宗保佑啊！老奴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了。张兄，怎么办？他要是真在中秋宴上出了风头，你叔父在淮南的根基……他进得了宫，我要让他出不了宫。什么意思？张公子，您说的这事儿，小的实在不敢。内务府的规矩严，万一查出……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再给3倍。王管事，你在内务处当差20年，还是个采买管事，你不想升？这是特制药水，
无色无味。你寻个机会，把它涂在顾北川那坛供酒的风泥边缘，药水会慢慢渗进风泥，3日内酒液由醇变酸。中秋宴上，皇帝一开坛，满殿酸臭，欺君之罪，够他顾北川全家抄斩。万一那酒没被选中成御前呢？郡主府送进来的贺礼，中秋宴上必成御前。你只管做你的事儿，剩下的不用你操心。好，小的做。少爷，您来看这个，这风泥被人动过，老奴闻着风口有股酸涩气，不仔细闻，闻不出来。你确定？少爷，有人想害人，惯用的法子就是在风泥上做文章，涂药水、扎粘盐、换封纸，老奴见过不止一回。这坛酒送进宫，中秋宴上呈到御前，一开封就是酸臭，皇帝当场就会认定我以劣充好，欺君罔上。少爷，那咱怎么办？不送了？不送就等于抗旨，送这坛就是送死。换，把这坛山河醉送进宫，原坛封存藏好。换了？那万一查出来？不换就是死路，换了才有一线生机。谁查出来？知道风泥被动了手脚的，只有你和我。我们不说，谁知道换过？我倒要看看谁的手伸得这么长。陛下，该盛酒了。淮南顾氏御酒供奉顾北川所酿。斟酒。扎。好，顾北川，上前来。朕喝了半个时辰的贡酒，每一坛都是不错，尚可，还行。只有你这坛，让朕说了个好字。此酒叫什么名字？回陛下，名唤山河醉。山河醉，好名字，好酒配好名。起来，陪朕饮了这杯。传朕旨意，赐顾北川御笔天香第一金匾一面，白银1万两；赐御酒供奉名号，从5品虚衔，特许随时入宫献酒，列席御宴。草民，臣领旨谢恩。长兄，那坛酒怎么是好的？王管事不是说……闭嘴！顾北川，他发现了，换了酒。那王管事，让王管事闭嘴！今晚之内把他送出京城，不能让他开口。顾北川，你这次躲过去了，下一次我要让你连躲的机会都没有。诸位掌柜，今日请大家来，是有一桩事，张某不吐不快。想必诸位都听说了，顾家那位少爷在京城攀上了高枝，入了宫，得了御酒供奉的平头。顾家要发达了，淮南的酒业怕是要变天了。可诸位有没有想过，顾北川那个赌鬼纨绔，3个月前连30两周转银子都输光了，怎么一夜之间就会酿出贡酒来了？张掌柜，你这意思是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听说顾家的酒方来路不太正，
有人亲眼看见他府上的老奴福伯半夜去过张记的酒曲房。这事儿我好像也听说过，说是顾家那小子偷了张家的方子，可人家酿的酒确实好，我尝过。偷来的方子能不好吗？再说了，他一个卖酒的，凭什么能入靖王府的门？听说那位郡主跟顾北川走得可近。诸位都是做生意的，该明白，这世上的路有几条是靠本事走出来的，又有几条是靠别的东西走出来的。今日就到这儿吧，散了吧。你知道了？知道了。张德贵那个老匹夫在商会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说你偷他的方子，说你在郡主面前献媚，你辛辛苦苦打进京城，他在后面挖你祖坟。张德贵急了，他才编这些。他越急，说明他越怕。一个怕成这样的人，他的话谁会当真？可商会那些人，他们现在信谣言，是因为我人不在淮南。等我回去，当面把账算清楚就行了。况且，爹，您把这封信带回淮南，贴到商会堂门口。你有证据？郡主已经让人把张家偷税漏税的旧档送去商会了，那是靖王府出去的文书，比什么谣言都硬。爹，您回去只管把这8个字贴上，剩下的让证据说话。你比你老子强。老子当年在御前跟人拍桌子，拍完了自己收拾烂摊子，你小子不拍桌子，让人家自己收拾自己。爹，时代变了，拍桌子只能出一口气，摆证据才能让人闭嘴。少爷，刘掌柜到了。张家私房3年黑账，偷税漏税、虚报产量，全在这儿。我这条命换我儿子一条活路。刘掌柜，您儿子的药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。这本账是您的买命钱，也是张德固的催命符。诸位，张德贵的区域总代，诸位吃了几年苦头，我心里清楚。今日顾某做个东告，给各位指条新路。淮南分5区，一区一代理，诸位各自为王，互不侵吞。故事共9，诸位分销，利润3-7分，我3，诸位7。顾少爷，张德贵那边，张德贵的粮道从淮南到京城要走漕运，漕运衙门的主事昨日刚换了。新主事姓周，是我父亲20年前的旧部。从今日起，张德贵的船一条都过不了桥。我等愿为顾氏代理。2位掌柜若有难处，顾某不强求。只是这代理的名额，过了今日，怕是要从6家商后里挑了。顾少爷，我等愿入。顾老弟，20年不见，你儿子都长这么大了。张兄，张家偷税的证据全在这儿，只求张兄递到尚书大人案头。顾老弟，这条线我用了就没了，尚书大人那边的人情。张主事，家父这条线现在不用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张德贵倒台，淮南商路重新洗牌，届时顾氏的酒走户部的官道，利润比丝路高3成。哼，好一个现在不用，以后没机会。顾老弟，你儿子比你当年狠，3日后尚书大人案田会多一本折子，5万两税银，12处私访。张德贵，好大的位子！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刘家庄的账册、漕运的通关文书，还有刘家庄掌柜刘3的亲笔供词，画押了。张秉忠，
你跟了老夫15年，头一回见你这么上心。罢了，既然铁证如山，老夫便做一回恶人，明日早朝。官参张德贵。顾少爷，账册我交了，供词我也画了押。我儿他……刘掌柜，令郎今年16，在县城书院读书。你怎么知道？令郎天资聪颖，书院山长说他明年可中秀才，后年乡试，大后年经试。若是父亲因案牵连，令郎的科举路便断了。你威胁我？不，顾某是来送前程的。刘掌柜签字，令郎便是顾氏资助的学子，从秀才到进士，顾某全包。刘掌柜，您不想他还没进场，就先背个罪人之子是吗？我钱！老爷，刘家庄反水了！刘三那老狗把账册交给了顾北川，还有淮南5大商号3家倒戈，咱们的粮道断了。顾北川，顾北川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查账？20年了，顾君，你儿子不是会算账吗？让他算算，他爹这条命值多少两？从哪儿弄来的？张德贵暗格里的。父亲，这上面写的……让我想想。 20年前，我在御前当差，替一位姓沈的获罪武将隐瞒过军粮账目。那笔账若曝光，轻则流放，重则问斩。为何替他隐瞒？因为他与我有恩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你娘，也没有你。母亲，别问了。北川，这事儿你别管。张德贵要的是我的命，我给他。福伯，您可知道沈僧武将？少爷，您从哪儿听来的？福伯，您知道更多是不是？少爷，别问了，这案子沾不得。当年知道内情的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流放的流放。少爷，信，老奴一定送到。顾公子深夜来访，不怕本宫把你交给张德贵？郡主，顾某今日来，是将身家性命交到郡主手上。家父20年前替沈姓武将隐瞒军粮账目，张德贵以此要挟，家母也姓沈。张德贵要的是顾氏酒坊，但顾某斗胆猜测，郡主查醉仙酿，查的不仅是杀母之仇。顾北川，你果真知道死字怎么写？本宫可以帮你压下这桩旧案，但山河罪，宫廷供酒独家权交与靖王府，你可愿答应？郡主，顾某答应。酒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有靖王府，顾氏保不住山河罪。没有山河罪，靖王府照样有别的酒。郡主要的是诚意，顾某给的是真心。送入户部，交张秉军押案。3日内，你父亲的旧案会从户部账房里消失。
郡主为何帮顾某致辞？我母亲也姓沈，沈家的事也是本宫的事。顾北川，你我不是同路人，但这条路，本宫一个人走不到头。张家在淮南经营了20年，居然藏了这么多私账。大人，铁证如山，若再拖下去，就来不及了。查，不必等刑部，户部先行立案。你找谁？找北您，沈将军当年的旧人。这是您当年卖掉的老宅田契，我替您赎回来了。你是沈家什么人？沈家二小姐的儿子。这是沈将军居王文豪的账册，20年来我不敢拿出来，怕被灭口。今日还给沈家的人。您来处置。少爷，你比你爹狠。老爷当年心软，什么都没做，才让那本账本藏了20年。你一去，什么都解决了。该狠时不狠，怎么在京城活？少爷，是张骞。顾北川，跑得挺快啊！下车吧，我叔父想请你回淮南说清楚。顾少爷，是自己走，还是我帮你走？张骞，你敢动我家少爷，他是御酒供奉！哼，老东西滚开！你动我一下试试。我是皇上亲封的御酒供奉，金匾御赐，腰牌在身。今夜你碰我一根手指头，明日张家满门陪葬。本宫的人，你也敢动？郡主，小的只是奉叔父之命。滚！回去告诉张德贵，沈家的案子户部已经立案了，让他自己想想还能蹦到几天。去！还活着。郡主来晚一步就不好说了。户部已经立案了，张家偷税案连同沈家旧案一并翻了。该翻的账，一本都跑不掉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有一桩公案要了结。户部查实，张记酒铺在淮南、江宁、扬州3地私设酒坊12处，5年偷漏税银共计53700两。刘家庄刘掌柜证词，证实其为张家私酿5年，每批私酒经张记渠道外销，
不入正账。5大商号联名书，指认张家以次充好，欺瞒百姓，打压同行。经商会会与户部合议，作出3条决定：第一，永久撤销张记酒铺淮南商会会员资格；第二，查封张记在淮南所有店铺、酒坊、仓库；第三，追缴税银53700两，限3个月内缴清，逾期交刑部论处。你老糊涂了！我为淮南商会干了20年，你信一个毛头小子和几个墙头草的证词？我信证据。顾北川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世上能弄死你的不止我一个。少爷，咱们赢了，张家倒了。走吧，还没完。没完？张家都倒了？张德贵说的不是疯话，他背后还有人。爹，我娘的娘家姓沈。郡主赵婉清的母亲也姓沈。沈家当年有2位小姐，一位嫁入靖王府，另一位就是我娘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郡主亲口告诉我的。爹，您瞒了我20年。等你觉得够强了，再打开。乌尔北川，你读到这封信时，为娘已去多年。沈家之冤不在谋反，在盐引。周家伪造私印盐引账目，混入沈家库房，诬沈家私印盐引中饱私囊。先帝震怒，满门下狱。沈家137口，只逃出为娘一人。乌儿切记，盐引案是刀，拿刀的人才是凶手。根源不在盐引本身，在盐引背后的人。我娘的信墨画了这个。我母亲的遗物里也有这个，一模一样。那位2小姐就是你娘，那位大小姐是我娘，所以我们是表姐弟。那更好，表姐帮表弟，天经地义。油嘴滑舌。查沈家的案子，赵婉清，我会帮你，不是为了表弟，是因为我想看看你能走多远。那郡主看好了。难怪你娘嫁给我那年什么都不肯说，她只说是逃难来的，爹娘都没了，孤身一人。我当时就该想到，一个逃难的姑娘哪来那么好的气度，那么好的字。爹，我娘保护了我们20年，现在轮到我们替她讨一个公道了。你知道这案子背后牵的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所以请父王告诉我。当年正办盐引案的户部侍郎姓周，
明敬堂。如今他是内阁大学士。女儿要查。户部侍郎到内阁大学，20年爬了4级。他升得最快的那几年，正好是沈家倒台之后。还有一件事，周敬堂的女儿是当今皇后。你怕吗？怕，但怕也要查。那就查。酒放下吧，朕晚些再品。顾贡圣且慢，本宫听闻你不只会酿酒，还会作诗。中秋诗会上那首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如今京城都传遍了。回娘娘，草民不过粗通文墨，胡诌几句罢了。湖州能蹿出那样的词句，本宫不信。今日正好闲着，不如顾供奉吉林赋诗一首助兴。既然皇后开口了，你就试试吧。这就开始发难了。虽说是无心之言，但要是我言语间有冲撞或者不敬，必然不会有好下场。那臣献丑了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诗，字字写美人，却无一字落俗套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此等想象，老夫为官30年，从未见过。出口便是瑶台仙子的气貌，这是何等才思？朕问你，这诗可有题目？回陛下，臣斗胆，题为《清平调》。赞皇后娘娘风仪如瑶台仙子，月下玉人。娘娘母仪天下，自带清华之姿。顾供奉这张嘴，比他的酒还醉人。没想到这小子才情这么高，竟能做出此等诗句来。若当真打杀了，还有些可惜呢。赏。听说皇后要求你当场作诗。侥幸过了一关。那诗我听了，此等惊艳的诗词，何来侥幸一说？不提这事。我娘的信说，沈家137口，只逃出她一人。但郡主，您母亲去世大小姐，当年在靖王府，可曾提过她有个妹妹？母亲说过，她有个妹妹，小她3岁。沈家案发那年，妹妹才15岁。我娘逃出来后，隐姓埋名，嫁给我爹。但她手里有一样东西，沈家的族徽一分为2，我娘手里有一半，您母亲手里有一半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沈氏严谨印信。母亲临终前说，这玉佩是沈家最后的根，另一半在妹妹手里。她还说，若有一天见到另一半，便是沈家后人来寻仇了。不是寻仇，是讨债。有人跟踪。周敬堂的人
从户部立案那日起，我就被人盯上了。3日后，皇后寿辰，宫中设宴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入宫。郡主想让我当着皇后的面问她腰间的松叶纹？不，我想让你看看，她见到那首诗时眼底的光是多么精彩。顾北川和赵婉清近来往频繁。是，郡主昨夜去了顾府，待了半个时辰。晋王府那边呢？晋王似乎默许了。郡主查沈家旧案，晋王没有阻拦。20年了，老夫以为那枚玉佩随着沈家二小姐一起埋进土里了。去查清楚沈家二小姐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坟。献酒，顾逛凤，春不晚。臣恭祝娘娘凤体康泰，岁岁春不老。顾贡剩的酒，本宫尝过，今日这坛可有不同？回娘娘，今日这坛，臣添了一味新料。这是沈家就地的松叶，臣以为与娘娘的配饰相配。顾供奉，好眼力。本宫这配饰是年少时的旧物，顾供奉既识得松叶纹，可知这纹路的寓意。臣愚钝，只知松叶可饲蚕，可入药，可酿酒，亦可入画。顾供奉果然见多识广，本宫罚了，诸位喝好。你疯了！当众点破松叶纹，他若翻脸，他不会。你猜他见到松叶时，眼底是什么？不是怒，是怕。他怕的不是我，是怕有人认出这桑叶纹的来历。我娘的信说，沈家大小姐，也就是您母亲，眉心有一颗痣。郡主可曾见过皇后真容？你是说，寿宴前，我让人查过，皇后入宫前的档案，被人动过手脚，原本的画像，付之一炬。娘娘，周大人在宫外递了话，说顾北川查到了桑叶纹。知道了，退下。沈婉清，你死了20年，你的女儿还要来讨债吗？沈婉宁，是你娘的名字。我娘叫沈婉清。我娘说过，她有2个妹妹，二姨母婉宁小她3岁，三姨母早夭，出生时便没了。我娘从未提过她的名字。但皇后眉心也有颗痣，对吧？我让人查了周敬堂的老家，20年前，他府上忽然多了个远房侄女，名唤周婉，年方15，父母双亡。郡主，您可知道，沈家当年到底有几个女儿？3个，但三妹出生便夭折了，连名字都没取。若真夭折了，
皇后眉心的痣从哪儿来的？我去会会她。娘娘，顾供奉求见，说给您送酒。宣，顾供奉前来献酒，有何贵干？回娘娘，臣今日酿了一坛新酒，名唤三姐妹，以大姨母沈婉清之清，二姨母沈婉宁之宁，三姨母之容，三味合一。你说什么？三姨母，您认得的，对吧？你从何处偷来的？三姨母，这是我娘临终前留给我的。她说，沈家三姐妹，大姐婉清嫁靖王，二姐婉宁嫁顾俊，三妹婉容早夭。住口！本宫是周氏，内阁周大学士的养女还是棋子？三姨母，您以为他留您活到现在，是因为父女情深？是因为您还有用。先帝当年不就是因为您眉心这颗痣，才点了您入宫吗？像极了。三姨母，我娘的信说沈家137口只逃出她一人，但她不知道您也活着。他不知道，我当年才8岁，被周敬堂从火堆里抱出来，我以为他是恩人。直到3年前，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了沈家的卷宗，原来放火的是他，救我的也是他。他说沈家的女儿要留着慢慢用。顾北川，你想让我帮你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周敬堂的命留给我。大人，淮南的税银。张主事，你且看看这个。沈氏言已案复核，这是20年前内阁周大学士亲批的，说是旧案有疑，要重查。周敬堂，他不是顾北川的仇人吗？怎么突然要查沈家旧案？张主事，你当年经办过此案。回大人，下官只是个小吏，未曾。那这份供词上怎么有你的画押？这不可能！当年明明什么？明明已经销毁了。张秉承，有人要查周敬堂，本官只是顺势而为。话说那沈家盐引案20年前惊动朝野，沈将军满门忠烈，却被奸人构陷，137口血流成河。你顾太说书，不怕打草惊蛇？怕。但蛇不出洞，怎么打？周敬堂已经上钩了，他让户部重查沈家旧案，想借机销毁证据，但他不知道真正的证据不在户部。在哪儿？
在他最信任的人手里。张秉忠那个废物，让他去户部，是让他销毁证据，不是让他去画押。大人，属下已经处理了。顾北川，他以为凭一个说书先生就能扳倒老夫？去，告诉皇后，3日后的宫宴，她若不想身败名裂，就按老夫的吩咐做，让她在酒里加点料。是。娘娘，周大人说了，若您不动手，他便将您的身世……他敢！娘娘，当年沈家……好，本宫给他下毒，但毒的不是顾北川，是本宫自己。娘娘，周敬堂要的是顾北川死，本宫若中毒，顾北川第一个被怀疑。但若本宫死前留下遗书，指认周敬堂胁迫本宫呢？周敬堂要皇后在宫宴上对你下手。我知道。这是三姨母派人送来的。他帮你？他帮的是沈家。周敬堂用他的命要挟他，他便用命来赌，赌我能赢。宫宴那日，他会中毒，但中毒前，他会当众揭穿周敬堂。周敬堂不会承认。他当然不会。献酒，顾供奉山河醉。臣恭祝陛下龙体康泰，江山永固。酒里有毒！护驾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大胆，竟敢下毒！陛下，臣的酒绝无毒，皇后娘娘所饮，与陛下是同一坛酒。若酒有毒，为何陛下无事？陛下，臣妾被人胁迫，这是周敬堂给臣妾的毒药。不可能，那老嬷嬷，她明明……周大人，那老嬷嬷是您20年前安插在沈家的眼线吧？沈家137口的命，今日该还了。顾北川，你以为凭一封伪造的书信就能定老夫的罪？陛下，此子妖言惑众，老臣3朝元老岂会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？顾北川，你的证据，朕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陛下，臣有一物，可证此信真伪。沈将军当年将虎符一分为2，一半随军出征，一半藏在沈家祖宅的井底。虎符在，沈家军便在；沈家军若在，谁人敢反？陛下，虎符是真是假，尚未可知。
老臣恳请陛下将虎符交与并查验。周大人，您的人未必都是您的人。陛下，臣检举周敬堂私调军粮、克扣军饷，罪证在此。臣之子科举舞弊，实为周敬堂构陷。臣受其胁迫多年，今日愿以死明志。李成，你疯了！周大人，您仿造沈将军印机时，怎么没注意到右下角有一枚小字“明”？不可能，老夫明明……周卿三朝元老，朕不能仅凭几份文书便定你的罪，但证据确凿，朕也不能置之不理。来人，将周敬堂暂押天牢，待三司会诊，再做定夺。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老臣冤枉啊！大人，信送到了，陛下明日便来。告诉陛下，老夫有先帝遗诏，遗诏在手，谁也别想定老夫的罪。陛下，老臣冤枉。沈家之事，老臣也是受人蒙蔽。周卿，朕的耐心有限。先帝遗诏何在？陛下，先帝临终前曾密留遗诏于老臣，若陛下肯网开一面，老臣愿将遗诏双手奉上。周卿，朕杀了你，遗诏自然落入朕手。陛下，遗诏内容，老臣已抄入3份，分藏于3处。老臣若死，遗诏即刻公之于众。周卿，朕何时说要杀你了？周卿三朝元老，门生遍天下，朕若杀你，寒了百官的心。但沈家旧案，总要有交代。陛下，老臣愿交出兵部、吏部，老臣所有门生故意，任凭陛下处置。不够。陛下，朕要的是靖王。周卿，你替朕把靖王拉下水，朕保你全身而退。本宫终究没能为沈家讨回公道。娘娘，您撑住！太医，不必了，毒入肺腑，救不回了。把这个交给顾北川，告诉他沈家的仇靠他了。这不是周大学士吗？真给放出来了。听说是皇上开恩，贬为庶人。少爷，周敬堂的老狐狸出来了，没缺胳膊没缺腿。知道了。三姨母
今日下葬，送他最后一程吧。少爷，皇后娘娘她……周敬堂能活着出来，是陛下放长线钓大鱼，三姨母用命给我们换来的机会，不能白费。盯紧周敬堂，他一定会联络张骞。老奴明白。大人，您受苦了。无妨，皇后死了，顾北川少了一张底牌，老夫能出来，便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你即刻入京，以商贾身份活动，接近长史之子周明远。记住，先让他尝到甜头，再把他拖下水。哼，属下明白。周明远性子蠢笨，最好拿捏。皇后已死，沈家这条线彻底断了。如今我们只有靠靖王这棵大树了。把周明远绑死，就等于绑住了靖王的半个后院。顾公子，这是娘娘临终前让老奴交给您的。她说沈家的仇就靠您了。嬷嬷保重。娘娘说，让您小心周敬堂，他手里还有一把刀。什么刀？娘娘没说清楚，只说是能要靖王命的东西。周公子，又见面了。上回诗会一别，张某对公子的才强可是念念不忘啊。你谁啊？本公子跟你很熟吗？公子贵人多忘事儿。在下张骞，那日在诗会上跟顾北川斗诗那位，后来不是还一起喝过茶？你怎么做起杂货生意了？顾北川在淮南把我叔父的生意挤垮了，我这不是另谋出路吗？又是顾北川。周公子，在下虽做杂货，但人脉还在。听闻公子对酒业也有兴趣，咱们不妨找个地方细聊。好，我倒要听听你能聊出什么来。周公子，那顾北川在淮南时，就靠烧稻子挤兑同行，到了京城更是嚣张跋扈。那又如何？他如今有郡主称名。郡主？郡主再尊贵，也比不上长史府在靖王跟前说得上话。周公子您啊，才是离靖王殿下最近的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在下初来京城，想寻个靠山。若周公子愿意，咱们合伙做桩生意，用顾北川的路子赚顾北川的钱。张公子，好巧啊！上回诗会一别，张某对公子的诗也是念念不忘。顾老板说笑了。听说张公子在京城做起杂货生意了，这跨度不小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张公子是另有所图呢。顾老板，是来喝酒的还是来找茬的？
我是来提醒张公子一句：京城水深，做什么生意都行，但别碰不该碰的人，小心失了血。老东西，把顾家酿酒的方子交出来！喂，两位，打扰人不太地道吧？快上！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想动我的人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骨头够不够硬。少爷，他们肯定是张骞派来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亲自去会会他。顾老板，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没什么，来讨点利息。谁让你来的？周敬堂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那你三番两次接近周明远，又是请客又是套话，图什么？图他长得俊？骨头还挺硬。没关系，我时间多的心，可以陪你慢慢玩。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就不是踩一脚这么简单了。顾北川也太嚣张了！还以为京城是他家的后院吗？周公子，硬碰硬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别忘了，京城这么大，总有他顾北川管不到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黑市，咱们把他酒坊里的酒偷出来，拿到黑市上去卖。他顾北川不是限量吗？咱们就让他限量的架子摔个粉碎。好主意，但酒坊看管的严，怎么偷？这就得靠周公子你了。你去找福伯，就说靖王府要办堂会，想采买一批烧麻子，量大，让他先把酒备好。福伯，这些酒是要往哪儿送啊？少爷，是靖王府长史家的周公子来采买，说要办堂会，急用。哦，周公子亲自来采买，稀客啊。
把酒都卸下来。顾北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跟福伯谈好了。周公子莫急，既然是靖王府要用，我怎么能收起来？这些酒我亲自让人送到王府去，算是孝敬。不必麻烦了，我自己带回去就行。不麻烦，正好我也要去拜访一下靖王。不要了。少主，查清楚了，周明远果然跟张骞勾结，想把酒卖给黑市一个叫83的混混头子。83，有意思，让他们偷。少主，放纵不管。怎么不管？让83把酒买走，再让他无意中发现这些酒里都掺了巴豆粉。记住，要让他在黑市最热闹的时候发现。我要让全京城的黑市贩子都知道，敢卖我顾北川的酒，就得做好吃不了兜着走的准备。烧刀子，价格比顾家酒坊便宜1半。娘的，这酒有问题！你敢拿假酒糊弄老子，老子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！我没有。顾北川，他早就知道，他故意挖坑让我们跳，栽了一次，不代表会栽一辈子。周公子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坛酒在黑市能卖出双倍的价钱，这生意做的。你可是靖王府长史的儿子，身份尊贵。只要你愿意，咱们可以自己开一家酒馆，就用烧八字的路子，但换个名头，叫仙人醉。到时候日进斗金，还怕他顾北川？查清楚了，周明远已经在城南盘下一间铺面，正在四处招募酿酒师傅。张骞在背后出钱出力，但所有契约都是周明远签的字。让他折腾，被贪欲冲昏了头的人，看路都是歪的。少爷，周明远毕竟顶着靖王府的名头，若是他闹出丑闻，恐怕会牵连郡主和靖王殿下。我们要让他闹，但不能让他砸，把咱们准备好的升级版酒方，找个机会让周明远捡到。那张酒方里的秘方，有一味料是错的。少爷，这是为何？周敬堂想用周明远脏了靖王府的门楣，那我就让周明远脏得明明白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事儿跟靖王府无关，是他周明远自己利欲熏心。这铺面够气派吧？本公子亲自挑的，城南最热闹的地段，隔壁就是状元楼。周公子好眼光，不过光有铺面还不够，得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咱们仙人醉的名头。怎么个知道法？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二皇子府上正在筹备一场京城酒家共享宴，说是要推举金秋贡酒的第一席。若能在这场宴会上拔得头筹，便可进宫献酒，面圣天荣。进宫献酒，正是。到时候全京城的酒家都会去，顾北川必然也在。若是周公子您压他一头，那淮南顾家可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可咱们的酒还没酿出来，拿什么去比？昨夜顾家酒府的人喝多了，福伯那老东西嘴里漏了句话，我顺藤摸瓜找到了顾北川最新试酿的山河醉秘方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不过这场共享宴需要有人牵头担主责。周公子，您可是靖王府长史之子，若由您来担这个主责，既显得靖王府看重商道，又能让二皇子对您青眼有加。好，这主责我担了。少爷，果然如您所料。你给他说的哪一版？第二版。辅料差了含水石，
他们若按此方酿，酒色虽正，但口感会发涩，后劲不足。发涩，那就对了。周明远不懂酒，张骞也不懂，他们只会觉得顾北川的酒也就这样。宴会那天，我会带着真正的山河醉去，到时候高下立判。大人，周明远已经上钩，答应担下共享宴主责。二皇子那边属下也搭上了线。二皇子年轻气盛，最喜结交商贾，彰显贤明。有他做台面，这出戏就更像真的了。记住，宴会上让周明远出尽风头，他越得意，日后摔下来就越难看。靖王府的门楣脏得越彻底，陛下就越容不下靖王。你故意让周明远拿到假方子，又放任他担下主责，就不怕他在宴会上闹出大乱子，牵连父王？郡主放心，周明远拿到的方子只是涩，不是坏。他酿出来的酒顶多难喝，不会出人命。而且我会在宴会上当众揭穿他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偷了我的方子，而不是拿了靖王府的方子。你连这都算好了？那当然，周敬堂想用周明远这条线脏了靖王府，我绝不允许。好，那本宫就等着看你在宴会上怎么把那群跳梁小丑一个个踩下去。周公子，出事了！我方才听说顾北川也要参加共享宴，而且他带的酒好像是真正的山河醉。怕什么？咱们也有山河醉的方子，可咱们的方子是偷来的。若是顾北川在宴上当众指认，他凭什么指认？酒方是他写的，字是他签的，只要咱们咬死说是自己研制的，他能奈我何？但万一宴会出了什么差错，二皇子断定下来，这责任我担。我是主责人，出什么事我顶着。你只管把酒酿好，让本公子在宴会上出尽风头。是，周公子大气，有您这句话，在下就放心了。少主，这是周明远与张骞往来的所有书信抄本，从初次见面到今日，一封不落。事成之后，周公子可得6成，在下只取4成。4成？他张骞图的是钱。把这些抄本分2份，一份送到靖王府，让郡主保管；另一份备份好，宴会那天用得上。是。周明远啊，周明远，你以为自己要做东家了？你不过是周敬堂递出去的那把刀。少爷，您说周明远那小子真会傻到把全部责任都揽下来？他是太贪了，张骞摸穿了他的性子，捧着他，哄着他，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可那孩子也是被人利用，说到底，他也是个可怜人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若肯听半句劝，何至于此？我警告过他2次，人家爷没听啊。这次我不会再警告他了，该做的准备我都做了，剩下的是他自己选的路。今日共享宴，推举金秋贡酒第1席，诸位尽可献酒，孤与诸位共品。晚辈周明远献上仙人醉，请殿下品鉴。酒色不错，香气也浓，只是后味略涩。周公子，这酒是你自己酿的？回殿下，确是草民呕心沥血之作。靖王府长史家的公子果然有几分本事，看来靖王府这是要在商道上插一脚了。
殿下，草民顾北川献酒山河醉。好酒，入口绵，入喉烈，回味无穷，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醉。殿下，他偷了我的方子，这山河醉本是我先酿出来的。殿下，这是草民3年前在淮南商会注册的酒方底档，上面有商会行首的印鉴，日期为证。周公子，你说你的仙人醉是你呕心沥血之作，那为何你用的辅料与我山河醉第2版试尿酿配方如出一辙，连含水时的分量都分毫不差？他是偷了顾家的方子。靖王府的人居然偷方子参赛！张谦，你说句话，是你给我的方子？周公子，你说这方子是张骞给的，可有凭证？殿下，草民有一物，或可佐证。这是张骞写给周公子的密信，信中提及以顾氏酒方为饵，诱周公子入局，落款日期与周公子筹备仙人醉的时间吻合。你坑我！拿下！此事姑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各位父老，在下顾北川，今日免费分酒，每人1碗，驱寒暖身。放心，没毒，就是想让大家尝尝这新酿的山河醉。好酒，这酒暖到骨头缝里了。黑市那边呢？张骞的铺子查封了没有？查封了，从铺子里搜出上百坛掺了药的烈酒，已经全部销毁，一个没跑掉。顾老板，城南有人喝了仙人醉，上吐下泻，倒好几个了。少爷，张骞的烈酒我们提前调了包，贫民区这边分的是咱们的好酒，出事的是周明远铺子里自己卖出去的仙人醉。他没来得及换方子，还用第2版。是，他为了赶在共享宴前多出货，铺子都没关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走，去看看。周明远，你卖的什么黑心酒？我家男人喝了3碗，拉得下不了床。赔钱，抓他去见官。怎么会这样？张骞说方子没问题的。是你故意让我拿到那张方子的，你害我！我让你拿，我警告过你2次，第1次在船舱，第2次在酒馆，哪一次你不是嗤之以鼻？周明远，你亲手把刀递给了张骞，现在刀割在自己肉上，你怪谁？顾北川，让开！周敬堂不会放过你的。周敬堂，他现在自身难保。上次我说过，下次就不是踩一脚这么简单。带走，让他去天牢里，好好想想该不该说实话。带走，让他去天牢里，好好想想该不该说实话。张骞，你招是不招？周敬堂在何处？他给了你什么指令？我招。周敬堂让我接近周明远，用顾北川的酒方做饵，引诱周明远犯事。他的目的是让靖王府蒙羞，让陛下猜忌靖王。证据呢？周敬堂给我的密信，我藏在了城南土地庙的香案底下。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爹，我没错，是顾北川设计害我，他故意给我假的方子让我出丑，他就是嫉妒我。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张谦的供词已经送到刑部了，你是被周敬堂当枪使了。我不信，张谦不会害我，他跟我称兄道弟。这是你跟张谦往来书信的完整抄滚，从你们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密谈，一字不差。你看看第3页，他夸你年少有为，日后必成大器。翻到第7页，他怂恿你独揽宴会主责，方能彰显周公子气魄。再看最后一页，他写事成之后，周公子若出事，切记咬死与自己无关。他一直在骗我。现在明白不算太晚，但你明白之后打算怎么做？是继续执迷不悟，把自己和整个晋王府一起拖下水，还是站出来说实话？我只认他。顾北川，你这一手是把本王从泥潭里拽了出来。王爷，周敬堂想用周明远脏了晋王府的门楣，我不过是让他自食其果。这份情，本王记下了，但你要记住，周敬堂虽然折了张骞，他自己还在，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。王爷说的是先帝遗诏，你知道？皇后临终前托人交给了我这个。难怪陛下明明证据确凿，却只将他贬为庶民。原来周敬堂手里握着这个。顾北川，我们要赶在他之前把遗诏找到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周敬堂藏东西的地方无非就3个：他老家的祖宅，他京城的秘密藏之处，或者他埋进皇陵里的东西。带人犯张骞。周明远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你不能！这上面每一封信都是你亲笔，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什么兄弟，什么合伙人，你就是周敬堂的一条狗！那是他逼我写的。周明远，你忘了，是你求我带你赚钱，是你贪心。是，我贪，但你若没有拿着顾北川的酒坊来吊我，我会贪到这步田地。大人，草民认罪，所有事情都是张骞诱骗草民所为，草民愿指认他与周敬堂的一切往来，只求不连累靖王府。画吧，画完了，咱父子回老家种田去。少爷，周明远这算帮咱们了。他帮的不是咱们，是他自己。总算还没蠢到不可救药。周敬堂的残党还在四处活动，再拖下去恐怕夜长梦多，不如直接让禁军拿人。没有先帝遗诏，定不了他的死罪，最多抄家贬官。过2年，他的门生故事再运作一番，照样能翻身。少爷，郡主，暗卫刚送的消息，周敬堂已经在转移家产，准备3天后离京避风头。他敢！我现在就去调靖王府的护卫，半路截住他。不行，无凭无据拿人，
反倒会被他反咬一口，说靖王府私设刑狱。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跑了。沈家137口的仇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跑不了。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真正的先帝遗诏。有了遗诏，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是皇后临终前托老嬷嬷转交的遗物。你母亲当年也有一朵一模一样的。母亲生前总念叨百善孝为先，我一直以为是劝我修身，难道是线索？花瓣上有针孔刻痕。遗诏藏在皇后寝宫的凤榻底下。不行，皇后刚薨逝，寝宫有禁军把守，擅闯宫禁是大罪，万一被周敬堂反咬一口，得不偿失。王爷，遗诏是唯一能扳倒周敬堂的铁证，现在不动手，等他跑了，沈家的仇就再也报不了了。我去安排人，今夜就前进寝宫，务必把遗诏带回来。少主，周氏祖宅、西郊私宅、皇陵陪葬坑3处都搜过了，没有遗诏。祖宅暗格里只有空白信言，陪葬坑里只剩这只空匣。3处都没有，我让你仔细搜，你就搜出这点东西。皇后寝宫那边呢？皇后寝宫被内务府封了，守兵比往常多了3倍，像是周敬堂提前打过招呼，我们的人没机会进去。肯定是他提前把遗诏转移了，这个老狐狸。不对，3处都空，说明遗诏根本不在这些地方。那在哪儿？皇后说，遗诏在周，不是说在周敬堂手里，是说遗诏和周皇后本人绑在一起。她把最危险的地方变成了最安全的地方。少爷，不好了！门外有个穿黑衣的人扔了这封信就跑，说是周大人给您的。他做梦！现在就进宫面圣，揭穿他的阴谋。没用，他手里有假遗诏，还有一众门生作证，陛下未必会信，反倒会打草惊蛇，让他提前动手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等着他把脏水泼到靖王府头上吧？我父王一辈子谨小慎微，不能栽在他手里。他既然急着要遗诏，我们就给他递个台阶。什么意思？对外放消息说我们已经拿到了真遗诏，就藏在这间书房里，他肯定会亲自来抢。你疯了？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周敬堂手里有死士，真让他闯进来，你和婉清都有危险。王爷，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只有把他引到这里，人赃并获，才能一次性把他的势力连根拔起。我同意。我已经调了靖王府30名护卫埋伏在府外，书房里也布了暗卫，他带不了多少人进来。万一他带的人多，冲破了埋伏怎么办？你们2个要是出点事儿，我怎么跟沈家列祖列宗交代？他不敢带太多人，京城禁军巡防严密，人多了动静大，还没到府门口就被发现了。他只会带最亲信的死士，速战速决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亲自去调禁军，在巷子2头守着，只要敢进来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多谢王爷。顾小友，把先帝遗诏交出来，老夫留你全尸。周敬堂，你私闯朝廷命官府邸，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？等我拿到遗诏，陛下会不会治我的罪不好说。靖王谋逆的罪名，肯定是跑不掉了。周大人，你就这么确定遗诏真的在我这儿？放出去的消息全城都知道，你别想耍花招，今天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是吗？
那你回头看看。周敬堂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先帝遗诏，不如看看这份真的。不可能，这份是假的，真遗诏早就被我毁了。沈家援引案的假账，你克扣军饷的凭证，收买官员的名册，全在这里。你伪造遗诏，构陷忠良，灭沈家满门，哪一条都是死罪。你血口喷人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。伪造？张骞已经全部招供了，周明远也画了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20年，我筹谋了20年，竟然输在一个酒贩子手里。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等候陛下发落。好一个三朝元老，朕信了他20年，他骗了朕20年。陛下，周敬堂已经押入天牢，党羽也在逐一缉拿。这次多亏了你们，才翻了沈家的旧案，揪出了朝廷的蛀虫。顾北川忠勇可嘉，封从五品直隶酒务提举，专管天下贡酒采办，赐紫袍金带，准出入宫禁。赵晚清接监有功，加封实业500户。陛下，臣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不敢受这么重的封赏。有功就该赏，你不必推辞。朕还要你牵头推行酒政改革，把酒业的规矩立起来。这事儿只有你能办。陛下旨意，就别推辞了。臣领旨谢恩。官也做了，仇也报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淮南？陛下让我推行酒政改革，现在刚起步，走不开。官场是什么地方？周敬堂就是例子。你一个酿酒的，掺和这些干什么？不如跟我回老家，守着酒坊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是啊，少爷，老奴也想念老家的酒坊了。京城规矩多，住着总不踏实。不管你选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你想留京办酒政，我就陪你留着；你想回淮南酿酒，我就跟你一起回去。我跟陛下请旨办官办饮，平时在淮南打理酒业，每年回京复命一次。这还差不多。准了顾北川办饮的请求，允许他常驻淮南，监管直隶酒学，每年中秋回京述职即可。太好了，少爷，咱们终于能回淮南了。回去就把老宅的酒坊翻修一下，咱们重新开炉酿酒。我已经跟父王说了，过段时间我也去淮南，帮你筹建酒学，还要把淮南打造成真正的天下酒都。好，回去先酿一坛新的山河醉，就叫山河醉归。